李长寿到了空中，这六人对视一眼，一名身着浅黄短裙的少女主动向前迈出半步，站在其他5个人身前，显然她是能主事者。这少女的面容自不用多说，能修到金仙境，除非是有什么特殊喜好，大多都是花容月貌。让人眼前一亮的其实是这少女的装扮，有别于大部分女练气士，短裙、布靴、手花、手链，长发扎成了2只小笼包，给人一种年岁不大之感。但是从她身上散发出的威压，实打实的金仙，还非自家空虚掌门季无忧那般的普通金仙。她倒也算是有礼数，皱眉道：道友便是南海海神？是我。李长寿含笑点头。未知各位道友所来为何，还请与我去庙内一叙，且听我解释几句。此地毕竟是俗世，惊吓到凡人总归是不好的。这金仙境少女眨眨眼，突然指着一如往昔热闹的海神庙附近街巷。他们像是被吓到了吗？李长寿扭头看去，只见各处凡人该干嘛干嘛，也就几个孩童和小部分远道而来的香客会仰头看着空中的情形。对于海神庙经常光顾仙人之事，安水城的人们早就见怪不怪了。李长寿尴尬一笑，言道：始终是不太妥当。哼！这少女嘴角一撇，依我看，道友你心里有鬼才是。你既知道我们来此地是为何，那我且问你一句，你是否算计了我截教外门大弟子？李长寿皱眉：道友何出此言？你我不如先去那后堂，有些话不好在此直说。既然心里没鬼，为何非要躲起来言说？这少女略微皱眉，盯着李长寿的双眼。你肯定是算计了公明师兄。李长寿一阵无语，只有这个我敢发重誓，当日确实是赵公明自己跳进坑里来的。我本来只是想说服黄龙真人，谁知道赵公明如此古道热肠，心潮澎湃，喊着3教1家亲，直接就冲到了坑底，还躺下了。但是此时李长寿只能先将对方忽悠下去再说。在这儿说话呀，当真是容易暴露一些讯息。道友说我算计了公明前辈，可有物证？有人证？少女有些不解。物证人证是什么？就是证明此事的人或者是事物。我听岛上之人都这般说，这自然是做不了假的。这黄裙少女抬头挺胸，倒是意外的挺富有，冷然道：总不能有人捕风捉影，算计你一个香火野神。西方教与我截教都是天地间的大教，哼，你又是哪般根脚？听闻此言，李长寿并未恼怒，甚至还有点想笑。对方能这么说，说明自己潜藏伪装还算是及格，而且对方的这句话已经暴露了太多的信息。这6位仙人应该就是金鳌岛被煽动的吃瓜群众，连南海海神教与人教的关联都不知，就急匆匆地赶过来兴师问罪。这种人通常意义上来讲不难忽悠，但苍鹰搏兔犹尽全力，李长寿自不会留力留情。李长寿笑道：论根脚，我也算是人教中人。各位若不知此事，不如先去各处打探一番。你是人教中人？李长寿笑而不语，自身流转少许道韵，这几名截教仙人的面色顿时有了少许变化。无为经与太清道寒本就是一脉相承，前者是单纯功法，后者却是修行之法，还有诸多圣人道论。论价值，自然是大法师所赠的太清道寒更珍贵。李长寿此时所展露的就是太清道寒修出来的一点道韵，这也算是自己人教弟子的证明。那黄裙少女略微皱眉，一旁有一位中年男人拱手笑道：
此前是我们有些冒失，不知道友也是道门一派，还请道友勿多见怪啊。李长寿温和地笑着。哈哈，各位此时可否入内详谈了？自然。黄裙少女哼了一声。哼，哪怕你是人教中人，若是真的算计了公明师兄，我定不会饶过你。怎么是这般口吻呢？李长寿好奇地打量了一下这性子有些蛮横的少女吉言，莫非大概这是赵大爷的情缘缘？一想到赵大爷那英俊魁梧蓄着胡须的模样，再看这位少女洪荒嘛，早已经见怪不怪了。李长寿转身做了一个请的手势，一扫浮尘，带着6个人朝着下方落去。两旁列着的神使壮汉同时抱拳行礼，动作整齐划一，颇有威势。金鳌岛6仙各自皱眉，其他的5个人都跟在黄衣少女身后，一同入了后堂。进了他海神教的门，那事情就好办多了。前方引路的李长寿轻轻一甩浮尘，几个人目光顺着浮尘尖儿就落在了那张山水画上。他们都是截教弟子，那黄衣少女还听过数次圣人讲道，此刻的俏脸上露出了几分震惊的神色。不只是黄衣少女，其他的5个人也察觉到了这山水画中所蕴含的剑意，以及那都算熟悉的大道落痕。6仙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其余5个人眼底的忌惮。那黄衣少女轻轻皱眉，却是直接问道：你这里为何会有我家圣人老爷的画作？李长寿淡定的一笑，一位好友所赠。截教6仙顿时浮想联翩。李长寿笑道：各位道友还请入座，想要问的事，我自会详细与各位言说，也请各位道友将此事说给金鳌岛上的诸位道友听闻，莫要再起这般误会了。这截教6仙也没说什么，各自在两旁入座。那黄衣少女问道：这是一场误会？自然是误会了。咱们聊这个之前，不如先互相通一下名号。我是人教中人，现如今靠着海神教混些香火功德，道号长庚。原来是长庚道友。一人习惯性的拱手寒暄，却被那个黄衣少女给瞪了一眼，只能悻悻的点头。6仙各自做介绍，那黄衣少女虽然未开口，却已经有旁人替她言说。这位是我们金鳌岛上10天君，号金光圣母。金光圣母？就这个有些蛮横的少女？李长寿心底一叹，怎么又跑来一个封神大劫苦主，未来天庭的正神？金光圣母乃是10天君之列，是秦完秦天君的义妹，并非那位神通强悍的4大门内弟子金陵圣母。李长寿对这个金光圣母印象倒也比较深刻。他在封神大劫中下场凄惨，跟着10天君其他9位布下了10穴阵，成了阐教12金仙的陪衬，被圣母杀手广成子用翻天印砸了天灵盖，香消玉殒。不过话又说回来，截教怎么都喜欢自称圣母啊？圣母，你看圣娘多朴实啊！而且李长寿笑道：原来是金光前辈，失敬失敬。将金光2个字单拿出来，着实与他这般玲珑有致的少女形象严重不匹。哼，这黄衣少女也就是金光圣母，嘴角一撇，莫要以为认识我们截教高人就可算计我们公明师兄。你且说正事，我且来听。若你胆敢有半分虚假，今日我定要拆了你这海神庙。好。李长寿缓缓点头，开始了今日份的
语言艺术的古典复兴。李长寿开口问道：各位跟公明前辈可算熟悉？其他5个人各自哑火，只有金光圣母淡然道：自然熟悉，我与公明师兄相交已有1个元会，我刚入金鳌岛时便得师兄百般关照。那几位又如何自证是截教仙人的身份？李长寿立刻补充道：几位莫要误会，我所要说之事乃公明道友之秘，各位不妨以自身名号立一个大道誓言，只要能够证明自己是截教之仙，我自会将能说的都说给各位。立就立，还怕你不成？金光圣母倒是先站了出来，抬手立下了大道誓言，说自己若非金鳌岛10天君之金光，愿受紫霄神雷。其他几个人纷纷效仿，都自证了截教仙人的身份。待他们立完誓，李长寿缓缓叹了一口气，言道：各位觉得公明前辈是愚笨还是睿智呢？自然是睿智。金光圣母立刻道：你这人怎的说话？公明师兄义薄云天，谁人不知？他对我们百般关照，又是那般聪睿之人。既然如此，各位何以觉得我能算计得了公明前辈？李长寿反问一句。金光圣母眨眨眼，觉得这话说的还挺有道理的。既然各位问，那我就将此事之经过与几位详细言说一番。李长寿叹了一口气，当下就开始分享自己现场加工的小故事。话自海神公明初相识，又知公明与西方教的恩恩怨怨，再说自己此前曾为劝公明前辈不惜前往3仙岛请云霄仙子出手之事。深夜时，截教6个人满脸愧疚的自海神教的后院驾云而起。临走之前，原本有些蛮横的金光圣母更是抿着嘴唇，连对李长寿做道揖，口中不断说着：是我之前错怪了长庚道友，差些中了旁人的算计，长庚道友还请多多见谅。若是因为我们坏了公明师兄的机缘，当真不知。长庚道友，些许礼物聊表敬意，还请继续多为我们公明师兄出谋划策啊。李长寿则是含笑点头，目送他们驾云离开此地，也未收6个人的送礼。待金光圣母飞远，李长寿方才轻轻叹了一口气。从金光圣母今日的表现来看，这应该是赵大爷的一位金仙境的小迷妹，而且还是心中仰慕已久却不敢吐露心意的那种。赵公明前辈应该对道侣之事不感兴趣，金光圣母也只能将这份仰慕放在心底。李长寿仔细回想着自己此前所说的那些故事内容，其实并无蒙骗，只是有些部分做了模糊处理，没有暴露半分有关龙族的算计。也不知后面还有没有截教仙人前来问罪。若是总来烦扰，当真也会牵扯我太多精力。李长寿喃喃一声，轻轻叹了一口气，刚要施展土遁遁走，突然就听到身后一声熟悉的温柔的嗓音：道友，你就不打算回身看看吗？有一说一，这嗓音李长寿自然能够听得出来这是谁，而且见到对方心底也有一些小愉悦。但是这神出鬼没，自己先时毫无察觉的情况之下，突然就是开口如此道一句，这小琼峰地下密室中李长寿的本体汗毛直竖，差点就自扬了那一句指道人。虫鸣秋夜里，月露伴霜华。深夜时分，海神庙后院的回廊中，李长寿借由老神仙皮的指道人抬头看了眼身旁这位像是从自己正经画作中走出的仙子，心底一阵庆幸，确实该庆幸自己忽悠言语说服金光圣母等人时，只是改变了少许说辞，并未扭曲事实。不然
此时在这位仙子面前还真不好解释。这让李长寿更为深刻地认识到，坚持自己此前制定的各项原则是何等的重要。男人嘛，贵在坚持。要问这位仙子是谁，能在这个时机因赵公明之事寻来，还能让李长寿心境泛起少许波澜的，除去赵大爷有些恐惧的云霄娘娘，大概也就没了旁人。李长寿笑道：哈哈哈哈，仙子深夜造访，不知所谓何事？我自大哥那边过来。云霄柔声说着，但话只说了一半就顿住了。他将一双柔蹄背在身后，身上的长裙宛若彩云纺纱做成，有一种轻飘飘软绵绵的质感。每当他走动时，脚下宛若都有两团浅浅的白云相随。虽在这俗世行走，却不染俗世半分污垢。然而李长寿却无心欣赏这近在眼前的这般美景，心底念头急转，细细分析，这位仙子是过来问罪的吗？不应该呀，赵大爷最多只是说拦下了西方教高手，不太可能告诉云霄是怎么拦下的。李长寿瞬息间就有了应对之法，笑道：公明前辈可安好？大哥自是安好的。就听云霄轻声道：我已听大哥说了，因道友劝说黄龙师兄相助龙族之时，大哥觉得他也该出手，便出手相助，平白惹下了因果。道友，我来此只是想问，你当时是有心还是无意？无意。李长寿正色道：此事当真只是赶巧了。那日事有前因，黄龙前辈被人算计，公明前辈向前搭救，又让黄龙真人唤我过去。当下李长寿将南海反碰瓷儿一二事简明扼要地说了一遍。对于云霄玄都大法师这般强者，最好的套路就是没有套路，坚持用真心换机缘的策略，并将自身的位置摆正，